根据美联储统计，自从2020年以来，美国前1%的富豪资产总额从30兆美元急剧成长，涨幅近15兆美元，高达49%。比如马斯克个人在这段期间资产就增长了近2000亿美元。相较之下，美国的工人时薪只上涨了不到10%。为了解决经济困境，政府大量印钞，还有积极的升降息，这反而帮助了原本就手握大笔钞票、大量房产股票的富豪们更轻易达到资产翻倍。2019年到2022年，全体人类都笼罩在近年最让人闻风丧胆、严重影响全世界的大事件中，也就是新冠疫情。不止影响身体健康，也冲击了全球的经济，甚至人跟人之间的相处。那时候有多少人有走在失业边缘，靠着政府的纾困走一步算一步。然而在大多数人的生计都只能勉强过活的同时，富人们居然在这样的困境中还越赚越多。回到台湾，资产上亿的富豪们也同样在2019年至2023年间积极布局投资，财富累积的年成长率高达18%，代表这群有钱人他们财富创造跟累积速度远远高于台湾整体表现，而且富者越富的轮回正在不断上演。研究报告指出，2023年台湾总资产超过1亿的人有11万，在这11万中又有7000人总资产超过10亿，而且这个数字将会不断攀升。预估到了2027年，总资产1亿以上的人会增加到13.7万。10亿元以上的人则增加到8000人，可见台湾真的是一个富到流油的岛国。刚刚讲的那些数字是什么意思呢？代表台湾2300万人里面，每200个人就有一个亿万富翁。如果你觉得这份报告很难相信，因为可能你身边的人是穷人居多，接下来的影片内容你一定要仔细看完，你会明白自己所属的圈层原来是这样影响了你的境遇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门，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，不盯盘、不短冲，只赚大波段的频道。大家应该都听过 M 型化社会，所谓的 M 型其实就是因为中间的中产阶级萎缩，未来只会走向2种极端，也就是只有穷人跟富人2条路给你选，而且富者越富，穷者越穷，2个极端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。应该没有人会自愿走向贫穷吧？最近还有一则新闻报道，同样也被大家广传，就是主计总处公布了报告，在台湾家庭财富前20%的资产是后20%家庭的66.9倍。30年前，同样一份报告，前20%是后20%的16.8倍。可见富者越富，穷者越穷的现象越来越严重，而且在薪资、物价、房价等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下，穷人要想翻身会越来越难。如果你知道自己不属于富人阶级，想要往顶峰前进，或是你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资产，想要追求翻倍、跻身亿万富翁的行列，波段交易都能协助你们事半功倍，不需要频繁盯盘、进出场，每天把自己搞得很紧张。只要看清楚大趋势发动的前兆，赚20%只能算是前菜，主餐则是翻倍行情。这样的生活是不是比别人短进短出、频繁交易还要轻松写意很多呢？如果你对投资理财观念很有兴趣，或是想学习股票、期货、美股、比特币、ETF 等金融商品的波段投资方法，你可以在这部影片左下方点赞，这部影片就会存在你 YouTube 记录里，以后你想复习的时候就不会找不到了。系统演算法也会推荐你其他同类型的影片，让你方便学习。从前有一个国王，他在远行之前发给3个仆人，各自5枚、3枚跟1枚金币，并跟他们说回来之后会验收成果，这段期间希望他们好好运用。等到国王远行结束之后，他再次找来3个仆人，收到5枚金币的仆人说，他把金币翻倍成10枚了。国王很满意，于是赏赐了他10座城池。有3枚金币的仆人也说，他把3枚金币翻倍变成6枚了。国王很开心地赏赐了6座城池给他。轮到只有1枚金币的仆人，因为他太害怕把金币搞丢了，一收到就把金币埋进土里，
完全没有做任何事，所以他还是只有1枚金币。于是国王下令将他的金币也给了第一个仆人，这就是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凡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里也曾写下类似的话语：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；人之道，则不然，损不足以奉有余。意思是，以自然法则来说，我们应该要截长补短，但事实上，在人类社会的运行里，有所不足的只会被掠夺，将资源集中在已经具备优势的人手中。大家可以思考看看，当你今天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准备要吃晚餐，如果没有其他资讯可以参考，你会选择一间客满的餐厅，还是隔壁那间完全没有人的餐厅？又或者原本就已经是百万网红的 YouTuber 跟一个几百粉丝的小网红，他们做出一样主题的影片，谁的流量会比较好呢？股市中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强势股恒强，弱势股恒弱。一档没有知名度、没有成交量的股票，自然难以成为标股。这种股票还容易在经济不景气时先开始下跌。相反的，行情看涨的知名股票，需求量会越来越高，最后变成恒强的标股，也能解释在富人不断钱滚钱的现象。一般平民老百姓的投资本金是有限的，相反的，有钱人拥有庞大资金，可以成为股市中的大户，拥有影响股价走势的能力。从实际报酬来看也是这样，同样10%的报酬率，你本金只有5万，那获利就是5000。富人有1000万的本金，就能拿到100万的回报。这样循环累积下去，富人就有更多的财富可以投资在报酬率更高的资产上。马太效应讲述的就是一个不公平的社会现象。当一个人已经拥有一定程度的名声或财富时，很容易像滚雪球一样借力使力去创造更多优势，比起其他人更容易成功，导致了赢者通吃，弱者没有资源就难以翻身的结果，也就是强者越强，弱者越弱的现象。会造成马太效应在现代社会如此影响我们的阶层，主要有几个成因。第一个原因是原生家庭，在先前的影片里，我们曾经详细解说阶级是如何透过家庭进行传承。除了拥有的财富本来就会影响你用钱滚钱的效率之外，不同阶级的家庭也会带来不同的价值观跟资源。如同富爸爸、穷爸爸说的，富人越来越富，穷人越来越穷，因为他们的金钱观念不是来自学校，而是来自家庭。星宇航空的张国伟在星宇首航时就曾经霸气发言，很多人在网络上说你还不是靠爸，我跟各位讲，没有错，没有遗产就没有星宇航空，除了财力的直接支援。张国伟凭借着他身为董事长儿子的身份，在长荣航空学习多年，可以贴身接触到业界顶尖的知识行规，这不都是家庭带给他的无形资产吗？也造就了星宇航空能够一建立就引领浪潮，股票一上柜就暴涨的状况。长大以后，你所处的圈层还在持续影响你的眼界，贫富差距就像一面墙，将富人及穷人区隔开来。富人的那一侧，他们共同分享，并将资源越扩越大；墙的另一面，则是一大群人挤在一起，瓜分着剩余的资源。当你身边来往的人收入都跟你差不多，富人也同样只会跟富人来往，那么你所能拥有的知识跟格局，就这样被限缩在你的舒适圈中。但你真的满足于现况，还是期待能有所突破呢？第二点则是在于稀缺心态。当我们开始认为自己缺少某种东西，就很容易满脑子想的都是满足这件事，使得目光变得短浅，无法看见全局。举个例子来说明，曾经有个实验聚集了一群身体健康的男性，实验控制了他们能摄取的食物，让他们越吃越少，只能吃进足以维持生命的热量。而这些男性原本都是大学生，但在长期的饥饿下，他们开始对食物产生执着。有些人迷上食谱跟菜单，有些人会一直比对蔬菜水果的价格，有些人开始想要去开餐厅。他们原本的兴趣专长突然都不重要了，只专注在跟食物有关的事情。
很明显的，就算去研究菜单跟食谱或开餐厅，也没办法缓解他们在实验当下感受到的饥饿感，但他们却没办法放下对食物这件事本身的执着。很多韭菜在投资上的失败也是这个道理。股票涨个3%、5%，期货赚了20-30点，就想赶快落袋为安，先获利了结，因为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们，眼前的肉只要不赶快吃下去，10之8九就会连一口都吃不到了。韭菜们在长期缺乏高获利的环境之下，就容易对于眼前的小利产生执着，心里眼里全身所有器官都只注意得到眼前3%、5%的利润，根本看不到，也不想看，更不敢看那个更远的翻倍目标价。这就算了，重点是出场后发现居然还继续涨，真他妈的觉得自己怎么这么衰小，是不是被主力盯上了？结果最后忍不住手贱又追进去，追高套牢之下，赚的那3%、5%不止没守住，还倒赔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强调，赚不够多本身就是一种风险。你每单平均赚的越少，后面的容错率就越低，心脏承受度就提高不了。持续这样的模式下去，就是个无止境的恶性循环。而我们专做大波段，目的就是在帮你摆脱这样的凄惨轮回。回应上面说的实验，那些韭菜会有这样对蝇头小利的执着，正是因为长期对于财富的稀缺心态。而物质上的稀缺同样也会让穷人没办法守住财富，延迟享乐。有一点钱就会先拿去满足物欲，而不是继续投资来形成复利。如果你对于股票倍数波段投资模式跟期货数100点波段的操作逻辑感兴趣的话，可点击影片下方的连结与小帮手联络，取得免费咨询。虽然我们没办法重新投胎，但学习投资可以为你带来第二人生。你没办法决定市场的走向，但你可以跟着主力的脚步。首先要打破你所在的圈层壁垒，去学习富人钱滚钱的方式。订阅我教学文章的学员们，跟我一起在股市里共同作战了好几年，到现在依然能存活得好好的。学员们能与我有这样的机缘相遇，也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工作收入不是落在中低收入，并且也知道持续学习投资脑袋才能增加收入，所以才会加入我们。舞台不一样，格局不一样，做法就不一样。有句话很有名，你赚不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如果真的想要赚到更多钱，就要持续扩张自己的认知范围跟认知深度，不是吗？那么很多人会说，他们不是不想赚钱，只是害怕的东西实在太多了。这我也是可以理解的，毕竟用大量劳力跟时间换来的钱，看起来总是特别宝贵。但为什么富人用在投资上的本金是你的好几百倍，也没看他们在投资上有太多犹豫呢？因为他们知道要赚钱一定要做出行动，没有行动一切都是空谈。有自信不见得就有钱，但没自信肯定没钱。人穷不是最可怕的，心穷才真的是无药可救。还记得那个在马太福音里只有1枚金币的仆人吧？正是因为他不懂得用钱滚钱，太害怕把钱搞丢，而把钱埋进土里，最终连仅存的金币都被夺去，给了懂得运用的人。正因为穷，更要学会支配钱，而不是害怕它。正因为穷，更要学会摆脱恐惧，战胜拖延。我知道要战胜内心的恐惧，不能只靠着灌输心灵鸡汤给你们听。如果你因为实力不足而害怕，因为害怕而不行动，任凭通膨在暗地里侵蚀你的财富，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从根源解决问题。信心不足可以靠实力来补，实力不足可以靠学习来补。我能够提供给你的是全新的思维以及好用的工具。如何用波段的视角来看待 K 线图，找出趋势发动的征兆，同时透过超直觉波段软体的辅助，当彩色 K 线变色时，1秒看懂市场氛围。主力偷偷在哪布局，从成交量指标就让你尽收眼底，你就不需要担心买了不会涨，或是卖了就喷出的情况了。只要再加上一套固定的策略，控制好停损距离，控制好资金比例，
可以复制、可以重复做的模组。一旦看法正确且做法又正确，获利的倍数通常都高于5到10倍。这样的模组就是高盈亏比的模组。所谓的盈亏比，就是每次平均赚的钱除以每次平均赔的钱所得到的数字。例如，平均每次获利是100万，平均每次亏损是10万。盈亏比就是100万除以10万等于10倍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你每上对一次趋势盘的车，并且有勇敢的抱住，可让你的获利达到100万，而你每次做错都有严格停损，每次亏损约10万。那做对一次赚100万，是不是就足以抵你10次的错误？接着你只要谨慎一点，让平均做错的次数低于10次，就能持续守住你大波段的获利了，对吧？想要开始学习这些策略的操作技巧跟逻辑，你可以参考资讯栏里面的连结。想要帮助家人朋友往富人越富的方向前进，你可以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他们。当你达成财富自由时，你的家人朋友也可以跟你一起过上游山玩水的日子，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。辛苦可以一阵子，而不该是一辈子。不盯盘不短冲，只做趋势盘，这是我的理念。如果你认同，请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，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哦。我是麦门，我们下次见。